我以前只知道說自來水是不可以直接倒進咖啡機裡面使用的，但是我沒想到的是，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，連家裡的飲用水也是會讓咖啡機受損的。Would you like coffee or tea? Americano or espresso? Hello 呀，歡迎回到 Coffee Cado， 我是你們的牛油果。今天呢，牛油果就想跟你們分享一下如何延長我們咖啡機的壽命。沒有錯，那就是我放在旁邊的這個水。那對於咖啡來說，應該水大家都不陌生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。它甚至會影響到整個咖啡的風味。那時候因為我的疏忽用錯了水，所以因此呢，我報廢了一台 Bravo。那這也是我今天拍視頻的原因，就想要讓大家知道水的 TDS 對於咖啡機的重要性。那今天的視頻也是想要告訴大家，為什麼水的 TDS 決定了咖啡機的壽命。那同時呢，在家的話，我們可以怎麼樣設計一個適合咖啡機的水？那今天都一起告訴你們。如果你對這一類咖啡內容感興趣的話呢，可以繼續跟蹤我哦。那我會陸續分享一些有趣且有用的咖啡內容給大家。那我們就可以一起討論咖啡哦。那首先第一，什麼是 TDS 呢？TDS 就是水裡溶解固體的總量，簡單來說就是水裡礦物質有多少。TDS 高不一定水的硬度高，但硬度高的水 TDS 通常都較高。那水裡面的鈣和鎂越多，就越容易產生水垢。因此呢，在這裡我就給大家一個大概的範圍，你們可以看一下。那0到50呢是超軟水，那50到150呢是很多咖啡師喜歡的區間。那150到300就算是比較容易產生水垢的了。那300以上呢，對咖啡機來說是非常危險的。所以說，水不是越乾淨越好，也不是說越多礦物質越好，而是要真的是剛剛好。我們在找適合咖啡機的水的同時呢，我們就要自己去了解一下它的 TDS。那這裡呢，我就有一個 TDS 筆。那這一款我是在 Amazon 隨便買的。你們可以看一下，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TDS 筆呢去測試說我們平時的飲用水啊，它的硬度大概在多少。那這樣子的話呢，我們就可以很好的去設計一款水來適合我們的咖啡機。那因此第二就是為什麼說過硬或者過軟的水會毀掉咖啡機？那主要的原因有3點，那就是第一，水垢就會包裹住鍋爐。就像給加熱器穿了一件棉襖一樣，加熱的效率會變差，同時也更耗電。那這樣子呢，就更容易壞掉了。那第二個原因呢，就是水垢會堵塞管道跟阀門，那泵就需要更多的壓力去工作。同時呢，咖啡機裡面的電磁阀壽命呢就會大大的縮短。那第三呢，就是會影響咖啡的風味。那過硬的水呢，你在使用冲煮咖啡的過程中呢，你會覺得更苦，跟味道更平。那你有時候會以為說是咖啡豆不行，其實呢，可能是水的原因。那這裡呢，我再補充一個原因，為什麼我剛剛也說了軟水也是不太適合咖啡機？因為呢，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經歷過這個感覺，就是你們用了平時喝的飲用水之後呢，在清洗下面這個就是污水槽的時候呢，你會感覺洗到那種滑滑的東西。雖然我現在用我自己調配的水還是會有，但是我覺得如果是用軟水，它的那個滑的程度會更嚴重，所以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個人的那種感覺原因哦。但是我自己當時就是有經歷過一次，用了飲用水之後呢，然後機器報廢的問題，也是接下來我要跟你們講的下一個內容。視頻的第3點呢，剛好也是想分享一下我因為水的踩坑經歷。其實呢，就是我之前真的也不知道說水對咖啡機的重要性，那就是想說用飲用水嘛，反正飲用水都是我們平時每天喝的，那肯定就可以放到咖啡機裡面了。但就是因為我這樣的疏忽呢，導致我的上一台咖啡機呢，在使用1年半的時候呢，突然有一天它就出不了熱水了。那好險，我那時候的咖啡機還在保修期內，然後我就寄回原廠進行維修。那後來他們的工作人員就寄了郵件給我，告訴我機器壞掉的原因，希望之後我在使用咖啡機呢，就可以考慮用 TDS 在80左右的水。那因此從那之後呢，我就真正的開始了解說，
哦，原來咖啡機的水是那麼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這也是我真正開始研究咖啡水的起點。那第四呢，在家我們要怎麼調一個自己的咖啡機水呢？那我這裡呢有2個方法。那第一就是我會買一個這個，噔，專門給 Espresso Machine Profile， 它是專業的咖啡機粉包。加到蒸餾水裡面，調配成 TDS 適合的咖啡機水就可以了。那這個方法呢，最快捷，粉包裡面已經概括了所有咖啡需要的礦物質，配方也是專門為咖啡機設計的，可以減少水垢，同時保證萃取的風味。唯一的缺點就是花錢。那第二個方法呢，我就會用 Spring Water， 也就是礦泉水。然後呢，再搭配蒸餾水，然後就一起去調，然後調出一個也是 TDS 在80多左右的咖啡水。那這個方法呢，成本上可以稍微節約一點，但就是唯一不知道它裡面的礦物質有哪些了。但這樣的方法也是可以減少水垢，那你這樣也是會減少清潔提醒。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也是可行的。那這2個方法呢，也算是可以降低咖啡機的維護成本。這2個算是我覺得比較簡單的方法吧。當然，如果視頻前的你們有一些更好的調水方法，也可以告訴我，那這樣我也可以測試一下看看。那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，給大家3個簡潔的建議。第一，就是可以在亞馬遜上買到一個便宜的 TDS 筆，那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很有用，你有咖啡機就可以一直用這個筆去測試各種各樣的水咯。第二，就是我們盡量把水控制在80到100 ppm 左右，那对大多数咖啡機呢都是安全的。第3點就是定期除垢。那如果我們是在硬水區域的朋友呢，我就建議大家，只要是咖啡機有提示的話呢，就盡快的做一次清潔。那如果是有的咖啡機沒有提示呢，根據你們平時每天的出杯量，然後呢，就大概3到6個月就要做一次深度清潔了。那這樣這3個方法呢，就默默的延長咖啡機的壽命啦。那今天牛油果已經把延長咖啡機壽命的秘訣告訴你們了。那你們家的水 TDS 是多少呢？你們可以在評論區下面告訴我。那這樣子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怎麼調配出屬於你們的咖啡機水。那當然，如果你跟我一樣也是使用這一類方法的朋友，也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哦。因為我還蠻好奇，想要知道說你們有感覺調配完之後的水咖啡有更好喝嗎？或者是你們有覺得咖啡有什麼不一樣嗎？你們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哦。那如果你也喜歡這一類咖啡知識分享的話呢，歡迎訂閱我哦。我會陸續出一些有用的咖啡內容分享給大家。那我們下個視頻見啦，拜拜。